身为迪迦奥特曼的召唤人，却从不帮助人类击杀怪兽，甚至还主动放弃了光明力量，转身投向了黑暗怀抱，化身成为了3000万年前的黑暗之王。只因我之前和怪兽战斗时，无意间破坏了大量建筑，这使得人们愤怒不满，高喊让迪迦滚出蓝星。于是看破红尘的我直接黑化。在面对超古代怪兽戈尔赞破坏蓝星时，我依然选择了置之不理，但自大的人类却不以为然，只是派了几架战斗机前去阻止。但很明显他们不是戈尔赞的对手，虽然战斗机在不断对着怪兽发射导弹，不过可惜戈尔赞是典型的力量型怪兽，这家伙皮糙肉厚，自身防御力强劲，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将其消灭，顶多是利用空中优势牵制住戈尔赞，不要让他继续前进，造成更多伤亡。可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而在一旁看戏的我，看到戈尔赞在城市里大肆破坏的样子，我轻声一笑，我倒要看看没有奥特战士的帮助，人类可以在怪兽的肆虐下坚持多长时间。毕竟人类之前可是说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现在也算是我在成全他们，可别令我失望。就在此时，天空上突然开始电闪雷鸣，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钻出来。而在狼烟四起的城市中，戈尔赞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道金黄色激光，霎时打中2架飞行的战斗机，飞机瞬间爆炸成碎片。戈尔赞的破坏力十分惊人，即便行走速度在怪兽当中不算敏捷，但架不住这家伙身形庞大，巨大的爪子一挥就能摧毁一座摩天大楼。至于人类战斗机那点力量，根本打不透对方的护甲。还没过多长时间，军事基地新派出的战斗机就所剩无几，仅剩的几名飞行员更是心生退意，在战斗机里瑟瑟发抖，已经不敢与戈尔赞打游击战术。其中一名飞行员拿起对讲机报告指挥部，戈尔赞实力太可怕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请求撤回，你们再坚持一下，救援部队马上就到了。对讲机那头，总指挥的声音十分低沉冷淡，这也引起飞行员的不满。可是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呀！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强行打断，就连信号都是直接被切断。这一变故让总指挥心生不安，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快回答我！只见那名飞行员上空突然伸出一只巨大的爪，宛如恶魔之手一般，瞬间抓住整个战斗机，用力一抓，直接捏成一堆废铁，而里面的飞行员和信号更是消失在总指挥耳边。战斗机被摧毁后，一道尖锐的啸叫忽然响彻天空，只见一对巨大的翅膀从黑雾中闪现而出，还有一双淡黄色眼睛。它的速度极快，在空中异常灵活，眨眼间飞速上前，2只锋利的利爪敏捷伸出，没几下就将剩余的几架战斗机抓住。与此同时，这家伙的身影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赫然是令天空崩裂的怪兽梅尔巴。梅尔巴与戈尔赞同为超古代怪兽，在之前他们更是差点将迪迦的石像摧毁，如今一见面，自然是老乡见面自来熟，分别朝对方友好的吼叫一声。随后梅尔巴就看见了不远处的我，顿时就被我的外貌吓了一跳。在超古代时期，他同样也见识过迪迦的厉害，现在我的这副黑暗形态和3000万年前一模一样。戈尔赞见状，直接凑到梅尔巴面前，发出一阵阵奇特的低吼声。在一阵交流后，梅尔巴就知道了现在的状况，鸟形态的面庞上更是无比震惊，黑暗迪迦竟然要我们消灭人类。梅尔巴心中半信半疑，最终在戈尔赞的指示下，对城市的某一处发出一道淡黄色激光，这道激光直接打在一小群人面前的地面上，虽然没有直接伤害到人类，但溅起的飞沙走石无疑让这些人无处可躲。2秒钟过后，几十人的性命便是这样被梅尔巴消灭，而我依旧是之前那副悠闲模样，甚至还对着梅尔巴有意无意的轻轻点头。见此，梅尔巴高兴极了，陡然张开巨大的翅膀，对着天空兴奋啸叫。黑暗迪迦指示我们去虐杀人类，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要知道他与戈尔赞此次复活，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人类，而迪迦无疑是他们最大的阻碍。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这如何让他不兴奋？梅尔巴飞上天空，不断扇动那双巨大的翅膀，发出的狂风直卷入城市中，再次掀起大片飞沙走石。原本就惊恐到极致的人们更是惊叫不断，疯狂四处逃窜，但他们的逃跑速度哪能比得上飞速的狂沙？没过一会就被袭来的风沙淹没，成为城市废墟中的一粒尘埃。戈尔赞也不甘示弱，疯狂利用自己结实的庞大身躯撞击一栋栋楼层，所有被撞击的建筑物都变成了一堆废墟。这2个家伙好似将破坏城市当做一场游戏比赛，彼此谁也不让谁，双方都不甘落后。只要戈尔赞造成大面积破坏，那梅尔巴立刻就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为此，军事基地的总指挥立即下令派出更多战斗机，集中火力对付戈尔赞与梅尔巴。但可惜梅尔巴是典型的空中怪兽，具有很大的空中优势，这样一来，那些战斗机在他眼中就犹如刚学会飞翔的小鸟一样，至于那些地面上的攻击更是无用，刚刚派出来就被戈尔赞以压倒性的优势瞬间踩爆，巨大的尾巴一扫，那些人类引以为傲的陆地武器就尽数爆炸。在2头超古代怪兽几乎压倒性的肆虐下，即便是城市中幸存的人类也感到异常绝望。为此，城市中存活的人们内心充满绝望，完了，现在梅尔巴也来了，我们人类真要完蛋了。军队不是说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吗？为什么现在还看不到？迪迦奥特曼走了，现在只剩下黑暗迪迦。冥冥之中，一个孩子的话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只可惜听到黑暗迪迦这个名字，这些人类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反而还在不断诋毁前者。你这孩子怎么还想着那个灾星？是着魔了吗？每次怪兽都会和迪迦同时出现，我看就是因为他怪兽才会到这里来的。他们的讽刺话还没说完，戈尔赞与梅尔巴就如约而至，疯狂对下方的人类吐出道道激光。他们很清楚，此次来蓝星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类，而且我希望他们做的也是这样，因此破坏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杀戮才是。没一会，一片人口密集的硕大城市就完全被践踏成废墟。在完全破坏一座城市后，这2个家伙可不会停下脚步，
继续朝前方快速移动，寻找下一个目标。望着那两道巨大身影渐行渐远，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一切都如我所料，一旦人类失去了奥特战士的帮助，面对强大的怪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但就是这样，这些人类还敢来污蔑他们的救世主，真是十分讽刺。就在这时，我眼中忽然闪过一道白光，随即我看向天空中某一处光荣，见状我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终于来了吗？只见一团奇异的白色光球猛然在黑雾中从天而降，在地面上爆裂开来，散发大片白雾。一道巨大人影缓缓浮现，那正是前来支援的法王艾斯。刚一见面，他就厉声质问：“迪迦，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此刻艾斯见城市已经完全被两头怪兽摧毁，直接原地怒吼一声：“混蛋，竟然破坏成这个样子！”随后伸出双手猛然飞向前方，与此同时他将自身能量汇聚在双手上，凝聚两团强力的能量束缚圈，飞速朝两头怪兽飞去。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先阻止这两头庞然大物的破坏。戈尔赞与梅尔巴意识到前者的存在，也顿时停下前进脚步。对方身上所散发的光明气息让他们十分厌恶，不用谁说，他们便知晓面前这家伙是自己的敌人，各自张开嘴巴和四肢准备战斗。但艾斯到底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自身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更是有着昭和法王的称号，根本不是一般奥特战士可以比。发出的能量束缚圈第一时间就将戈尔赞与梅尔巴困住，令他们动弹不得，只能在原地疯狂咆哮。可看这情况，估计他们一时半会还无法挣脱。艾斯的出现无疑让蓝星上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一个个宛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满血复活，纷纷大声呐喊：“快看，那是法王艾斯，他来拯救我们了！艾斯，快上啊！干掉这两头可恶的超古代怪兽，还有迪迦这个奥特战士的败类，一定不要放过他！”不过不用这群人类提醒，艾斯也会将目光放到我身上。困住两头超古代怪兽后，他身形闪动，朝着我的方向飞去。艾斯的飞行速度很快，没一会就来到我面前，径直朝前者走去。只是我对此却十分不屑，本来就是一副冷酷面庞，现如今高冷起来更是显得霸气与从容。但这股模样，无疑让正义感十足的艾斯眉头紧皱。他是光之国的昭和元老，此次更是代表光之国前来蓝星问世。而且论辈分来说，初代是迪迦的老丈人，那艾斯就应该是他的叔叔，于情于理都应该是我站起身向对方打招呼才对。可是现在我面对艾斯就像是没事人一样，这是完全不把艾斯放在眼里。看我这副样子，艾斯当时就气得眉头倒竖。迪迦见到我难道不应该问候一下吗？我疑惑一声，轻轻翻过身，原来是老艾斯啊，你不在光之国待着，跑这里来干什么？即便知道对方来此的目的，但我还是客套的说了一句。看到我这般模样，艾斯顿时怒火中烧，猛然攥起拳头，对着我的腰部轰出。迪迦，你不要给脸不要脸！艾斯的拳头犹如一击重锤猛然落下，但我的身影早就不见。艾斯刚见面就动手不太好吧？光之国出来的家伙难道都是这般野蛮？我面露微笑的看着艾斯，而艾斯则气势汹汹的大步上前，一指后方被破坏不成样子的城市，大声质问道：“你还有脸说我？看看你干的好事！我问你，为何纵容两只超古代怪兽行凶作恶？蓝星上人类伤亡如此严重，作为奥特战士，你不觉得羞愧吗？”艾斯几乎是喊出来，他那愤怒的模样，恨不得将我一口吞下去，但我却若无其事的耸了耸肩。你是说那戈尔赞与梅尔巴的事情？转眼间我忽然站起身，手上凝聚出一团黑暗能量，对着戈尔赞与梅尔巴投去。但是我这次攻击不仅没有伤害到两头怪兽，反而还将他们身上的束缚给解开。解除控制后，戈尔赞与梅尔巴顿时愤怒仰天大吼，两只怪兽转过身，对向的不再是繁华城市，而是面前的艾斯猛然冲去。但刚走出没几步，就被我伸手拦下。我朝后方的城市一指，意图很明显，是要示意他们继续进行破坏。戈尔赞与梅尔巴面面相觑一眼，半信半疑的点点头，随后转过身，对着城市冲去。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一直留意后方的情况。看来这两个家伙也并非是完全信任我，当然我才不管那些麻烦事，只要这两个家伙消灭人类，不找我的麻烦就可以。不过我的举动无疑让面前的艾斯瞬间火冒三丈。迪迦，难道你要造反了？艾斯已经生气到了极点，体内磅礴的能量开始缓缓升腾，而我依旧是那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艾斯，你刚才说错了，至于造反，光之国难道就是宇宙中的神？我还就非得听你们的不成？现在的我已经越发有了黑暗之王的气质，而无形之中散发出来一股王者风范，更是让艾斯瞬间眉头倒竖。迪迦，自古以来堕入黑暗之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跟我回光之国接受惩罚，或许义父还可以从轻处罚，否则就怎么样？我直接接过话茬，一脸嘲讽之意的看向艾斯。别说艾斯，就算是初代我都觉得烦，因此现在对方拿光之国那一套来压我，我只会露出更加鄙视的目光。谁说黑暗就是邪恶？又是谁说光明就是善良？这群人类现在心中已经失去了光，这样一个种族还有什么守护的必要？我身躯一震，散发出的强大黑暗气息让艾斯脸上一变，脚步竟是朝后退了2步。不过他气势依然不减，直直瞪着我。很好，看来你已经完全堕入黑暗了。不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初代哥哥看到你现在这个样，他该有多伤心？别拿初代来说我，现在我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想要人类在这颗星球上永远消失，你能奈我何？还有，我原本就生于黑暗，现在不过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而已，何来堕落之说？随即我眼眸一凝，手掌忽然汇聚出来一团黑暗能量，陡然射向艾斯。艾斯没有预料到我竟然真的敢主动跟他动手，本能的伸出双手，在面前凝聚出来一道能量防御，黑暗能量打在能量防御上，强大的冲击力让艾斯迅速后退，他用尽全力才在山区后方稳住身形。好小子，变成黑暗形态后实力果
果然比以前增强很多，怪不得敢如此嚣张。艾斯将能量防御撤回，双腿猛然一踏地面，以超快的飞行速度飞向我。迪迦，黑暗的力量或许会让你在短时间内急速增强，但副作用肯定也相当大，你持续不了多久的。光明势必要斩断一切黑暗。面对艾斯的正面攻击，我在原地纹丝不动。我现在拥有的黑暗力量，别说艾斯，就算是奥特之父到来也拿我没办法。光之国的老顽固，思想总是那么腐朽陈旧。我伸出手掌，在面前释放一道黑暗防御。军事基地中，总指挥看着大屏幕上迪迦与艾斯的对战情景，那张狡猾的老脸上却满是凝重，眉宇之间更是有一种不可察觉的冷。看来对于艾斯的到来，他并不是很欢迎啊。艾斯，看来是光之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消息还真够灵通。这时，旁边一名少将忽然将对讲机递给他，报告总指挥，飞行总部的司令官要求与您对话。他一点头，将对讲机拿过来，声音却是不自觉的缩小，缓缓走出指挥部大门。老战友，事情进展的如何了？对讲机那边传来低沉的声音，一切已准备就绪，我正要给你发消息出动呢。但是这个时候，艾斯这个衰仔却来了。是啊，他的出现保不齐会耽误我们的计划。虽然我知道他是来帮我们的，那现在怎么办？先派出部队对付黑暗迪迦吧。毕竟只有先帮艾斯擒住那家伙，才能让他抽出力量对付2头超古代怪兽。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与此同时，艾斯急速飞向前，双手平合在胸前指示灯上，随着一道白光闪过，锋利无比的8分光轮顿时被他凝聚而出。他猛然向下冲向我，利用自身力量及惯性的增大，急速旋转的8分光轮一下打在那道黑暗防御上，溅起大片火花。可下一刻，艾斯的眼瞳竟陡然放大。什么？这怎么可能？我发出的黑暗防御竟是没有一点损坏！你这小子究竟使用了什么妖术？即便是那些强大的黑暗宇宙人都不可能这样轻易抵挡下来我这一招。艾斯身为光之国受万人尊敬的6位昭和元老之一，不仅自身实力强大，对于实战中的战斗技巧也是异常老辣。这一次凝聚出来的8分光轮没有耗尽多少艾斯的能量，可以算是普通的一枚，但他快速飞上天，利用高速向下俯冲的惯性，无疑会让8分光轮的威力大大增强，甚至可以达到秒杀某些防御力薄弱怪兽的效果。新生代的那些奥特战士们绝无可能做出来这一招。在他看来，这次攻击即便不能伤到我，也至少可以将我的防御打破。对于艾斯那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我并没做出多大反应，那张冷酷面容上冷笑之意更浓一些。艾斯，不要以为自己是昭和元老就了不起，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我随后一挥，撤掉面前黑暗防御，随后伸出另一只手，释放出大片黑暗能量，能量急速变动，汇聚成一道细长的黑色光柱，带动毁灭气息朝艾斯爆射而去。黑暗光柱爆发的速度极为迅猛，就算是艾斯也有点反应不过来，眨眼间就来到艾斯眼前，正对着对方胸口的计时器。看这气势，这是要直接穿透艾斯的计时器啊！计时器是奥特战士全身上下最宝贵也是最脆弱的点，如果被摧毁，那就意味着奥特战士的生命会就此终结，成为一具真正的巨人尸体。艾斯自然知道计时器的重要性，但又来不及释放能量屏障，当下本能的双手交叉在胸口上，随后将全身力量都凝聚在双手上，强行抗住这一招。但是他明显低估了我的实力，黑暗光柱打在双手上，瞬间就给艾斯带来巨大的压力，就像是一座黑色大山猛然压在他肩膀上，将他压制得死死的。而且不消片刻，他就坚持不下去，被黑暗光柱的强大力量直接崩飞。艾斯的身体急速倒退，连续向后撞碎了几座结实的山峰，才勉强停下。但这无疑让他受了不轻的伤，狼狈地趴倒在地面。如果不是他意志够坚定的话，恐怕半天都爬不起来。艾斯勉强站稳身形，感受到前者体内那股无与伦比的庞大力量，苍老脸庞上满都是凝重和警惕之色。之前他一直以为对方作为一个后辈，战斗力虽然很强，但还不至于到强到离谱的状态。而经过之前简单的惊险较量，让他这个一向心高气傲的法王不得不重视起来。此子获得黑暗能量后，自身力量就暴涨得如此恐怖，如若放任成长下去，用不了多久恐怕就会成为贝利亚那样的可怕人物，必须将其擒拿回光之国。艾斯向前一步，全身力量都凝聚在双手之上，随即交叉在胸口，呈现切割形猛然展开。随着一道闪电划出，一片巨大的白色能量刀刃被艾斯发出，垂直断头刀。此招式是艾斯的经典招式之一，同时也是他最常用的招式。死在他手下的怪兽和超兽，其中超过一半都是被这垂直断头刀直接砍成2半，威力自然没得说，想当初贝老黑都不敢轻易接下。不仅如此，在垂直断头刀发射出去后，不远处天际的黑暗中也出现道道飞行身影，又是之前那群战斗机。他们现在不管正在肆虐的2头怪兽，反过来帮艾斯对付迪迦。刚才接到上级命令，艾斯奥特曼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他是来帮我们对付黑暗迪迦的。我们现在要帮助艾斯战胜黑暗迪迦，保护我们人类的未来。是。战斗机上面的飞行员异常兴奋，毕竟他们也还是第一次和奥特战士共同作战。无数发导弹齐齐发射，一股脑冲向下方那道即便是在黑暗中也依然显眼的黑色身影，被我们这么多新型导弹打中。还有艾斯的超强攻击，管他是什么黑暗迪迦，也照样得给我们玩完。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很是自豪，一个个开怀大笑，就好像真的将迪迦消灭了一样。但他们的笑声很快就戛然而止。只见我那道漆黑身形在原地纹丝不动，只是微微抬起手掌，一小片黑暗防御罩将我全身笼罩。见此，艾斯却冷笑一声，不屑地摇摇头：防御罩吗？还真是360度无死角防御。不过你以为这样就有用吗？艾斯抬起究极断头刀，上面迸发着无比浓郁的能量劲气。他眼睛一凝，轻松就发现了我的方位，似是要一刀斩断一切黑暗一般，霎时间从上方劈砍而下。但黑暗防御罩的防御显然超乎
乎他的想象，全力一刀劈下去，竟是一点伤痕都没有。眼看攻击不着，艾斯明智选择放弃，身形朝后退去，闪到一边，重新蓄力，再次发动攻击。他的速度奇快，不到1秒钟便是完成一次冲锋。短短3秒钟时间，他已经完成5、6次冲锋，但是我的防御罩还是坚如磐石，一点痕迹都没有。艾斯明显不选择放弃，毅然将全身能量灌入究极断头刀中，再次急速飞向前者。而这一次，他竟是成功刺进去了防御罩。可不对劲的是，他并没感觉到自己碰到的东西，相反，刺进去的那一刻什么感觉都没有。怎么回事？难道是不好？艾斯，你中计了！只见一只手掌牢牢抓住究极断头刀，我刚才是故意放低防御罩的防御，目的就是引艾斯进来。我将究极断头刀紧紧握在手中，猛然抬起手，带动着艾斯一把将他摔在地上，随即举起拳头，狠狠一拳打在艾斯的肚子上。这一拳威力属实不小，让艾斯发出一声惨叫。这还不算完，我猛然间将黑暗能量聚集在双腿上，对着艾斯胸膛就是一脚。这一脚如果被正面踢中，下场绝对凶多吉少。不过艾斯反应还算灵敏，猛然间将究极断头刀横在自己面前，勉强做起了一个盾牌。当我一脚结实踢在究极断头刀上，发出一道强烈的能量劲风，艾斯的身影更是像一枚被打飞的炮弹一样倒飞而出，重重摔在一处结实的山崖上，才勉强停住。即便有究极断头刀防御，我这一脚也让他受了不轻的伤。胸口前的指示灯竟也是亮起红灯。他来到蓝星的时间不长，根本没有到3分钟限制的极限，但却被我打到红灯，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无疑是件坏消息。与此同时，潜伏在蓝星上的巴巴尔星人也异常兴奋。作为奥特战士的老牌对手，现在看到昭和元老艾斯竟然都被打了尸扁，内心当然十分高兴。黑暗迪迦的力量果然强大，竟然连艾斯那个衰仔都不是其对手。等他成功解决那讨厌的家伙后，我一定要邀请他加入讨伐光之国的黑暗大军。而那些成功逃出去的部分人类，看到艾斯狼狈地趴在地上，胸前计时器不断闪烁红灯，内心宛如被一只无形大手狠狠揪住一样，心脏一下提到嗓子眼。飞行部队见状也开始紧急撤退。艾斯无疑是现在全人类所认定的希望，前者一旦战败，到时候便是蓝星上全人类的灭亡时刻。或许是意识到真正的绝境来临，这些逃出去的人类竟然发挥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丝希望，纷纷聚成一团，站在自己所能抵达的最高处，齐声对着还倒在地上的艾斯用力呐喊，像是在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艾斯，不要放弃，快站起来呀！热忱之心不可泯灭，记得这句话还是你教给我的。难道现在就要放弃了吗？这些人虽然距离艾斯很远，但每人都扯着嗓子喊得异常用力，这股声音聚集到一起，竟是凝聚出极强的穿透力，仿若黑暗中的一道曙光。这些激励人心的呐喊声也变换成一团力量，一起涌入艾斯身体中，让他那受了重伤的身体竟是再次站起来。人类心中最渴望的呐喊声依然还是那么有力量。起身过程中，艾斯缓缓闭上双眼，刚才那些呐喊声让他想起之前自己刚来到蓝星上的情景。当时他面对实力强大的超兽，正是蓝星上人们的热血鼓励，才让他一次又一次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这让他再次充满希望。黑暗迪迦，不要以为有了黑暗力量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现在就要以光明之力来审判你犯下的一切罪行。艾斯正气凛然，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了之前战败的颓废与迷茫。他呼出一口气，缓缓将自身全部能量都释放出来，任凭胸口的计时器红灯不断闪烁，将能量凝聚在自己双手上。随后艾斯身形朝后一挥，摆出经典的 N 型手势，梅塔利姆光线。猛然间一道彩色光线被艾斯发出，带动一阵无比磅礴的光明力量急速向前。上面的能量之强，所过之处竟是将周围一切黑暗都尽数驱散。梅塔利姆光线虽然是艾斯的最强绝技之一，威力足以秒杀大部分怪兽，但还不足以将我所散发出的黑暗驱散。是之前那些人类的呐喊声，给了艾斯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这股力量的确无比强大，甚至可以战胜一切困境。而迪迦以前就接收过这种力量的传递，作为他的人间体，我自然也知道接受人类力量的滋味如何。只是现在这股力量竟然反过来对付自己，还真是显得如此讽刺。面对艾斯这次的最强一击，我脸庞上依旧毫无表情，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有着淡淡一丝不屑之意。看来这些人类对于艾斯你还是很敬重，只可惜人类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哪怕是再多的光明也是一样。现在我倒要看看你所谓的正义力量能有多强。我上前一步，一股仿若来自地狱深渊般的黑暗能量缓缓升腾，让的那些被梅塔利姆光线照亮的地方瞬间回归黑暗，甚至就连光线所散发出的光芒都暗淡几分。瞬时间我伸出双手，交叉于胸前缓缓伸展，一道淡黑色光线出现在其胸前的计时器上，将周围的黑暗能量发挥到极致。随即我也和艾斯一样，摆出经典的 N 型手势，黑暗栽佩利敖光线。一道暗黑色光线夹杂着无比浓郁的黑暗气息猛然发出，期间带动的能量波动让全世界都为之色变。戈尔赞与梅尔巴更是停止破坏，大眼瞪小眼地望着这一幕，他们怎么样都不会忘记这道经典的光线。栽佩利敖光线是迪迦复合形态的技能，威力和艾斯的梅塔利姆光线不相上下，但我变身为黑暗形态后，栽佩利敖光线自然也就成为了暗黑色，威力更是恐怖的成几倍上升。两道强大光线冲击的速度很快，眨眼间就碰到一起，顿时山区天崩地裂。不过很快，黑暗那部分力量就将光明力量吞噬，最终打在来不及躲闪的艾斯身上。之前艾斯就受了重伤，之所以能站起来，就是因为人们内心的鼓励。梅塔利姆光线的增强也是这个原因，但谁也没想到，即便是加强版的梅塔利姆光线，在我的黑暗栽佩利敖光线面前
前也是不堪一击，仅仅僵持了一下就被黑暗光线彻底吞噬。而刚才那一击已经用尽了他的全部能量，此刻的艾斯自然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就这样被我的黑暗灾佩利敖光线正面击中，强大的黑暗光线瞬间就吞没了他的身体，将他冲击到万米开外。我这一击算是将蓝星上所有人的希望全部击碎，而倒在地上的艾斯浑身上下也看不出来一点生机。不过他并没有死亡，毕竟胸口前的计时器还在不断响着，计时器响的频率异常快速，红灯也越来越微弱。那些人类即便相信艾斯实力强劲，此刻也全都放弃了希望。他们心里很清楚，艾斯的生命马上就要终结了，就算奇迹出现，也无法解决当前的困境，只能一个个绝望的低下脑袋。完了，艾斯战败，我们人类彻底玩完了。现在这种局面，或许只有那秘密出兵的司令官心中还存在希望和野心。距离山区不远处的一片山谷上方，几架特制的军用直升机缓慢上前，这些是飞行总部的军用直升机，上面坐着的自然是之前和总指挥秘密对话的司令官。他利用夜视仪及雷达观察周围情况，判断出来两位巨人的方位，朝东南方向走。司令官沉声下命令，那双老眼犹如鹰眼一般锐利，极为老辣的指挥整个队伍的方向。这时他怀中的对讲机忽然响起来，呼叫飞行总部，我是基地总指挥，收到请回话。司令官眉头一皱，接过对讲机走向后方机箱，他正在执行重大任务，总指挥那边肯定也在看着他们，可却还是与他接通，估计没什么好事。果不其然，他才刚刚接通，对方就来了一句，马上悬空飞行，不许前进。虽然心中很疑惑不解，但司令官毕竟是战场老手，当下没有质问对方，而是根据对方的指示做，通知其他人立刻悬空飞行，停止前进。其他飞行员接收到命令，立刻将直升机悬停。司令官问向总指挥，老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这次任务对我们人类来说有多重要，可不要在这个时候出岔。我当然知道任务的重要性，所以才要提前通知你。刚才黑暗迪迦与艾斯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只可惜最后艾斯战败。我之前之所以让你出动，是因为之前艾斯正在牵制着黑暗迪迦，所以我们可以趁机钻空子偷袭他。但现在艾斯都战败了，而黑暗迪迦还是像原来一样完好无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进行偷袭吗？可恶，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打退堂鼓？黑暗迪迦的力量那么强，这么短时间内就可以将艾斯击败，现在他就在我不远处，可真是让人眼馋。司令官咬了咬牙，眼中满是无穷的贪婪和渴望，看来要想让这个家伙就这么空手撤退，显然不太现实。总指挥也猜到这一点，继续说道，目前我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主要没想到艾斯竟然败得这么快，不过要让你就这么回去，我想你也不会担心。这样吧，你继续留在那里观察一下局势，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贸然对黑暗迪迦发起进攻，否则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功劳和牺牲就全都白费。另一边将艾斯击败后，我缓步上前来到奄奄一息的艾斯面前，而艾斯则是在地上苦苦挣扎。身为光之国万人崇拜的昭和元老，如今却被一个小辈击败，无疑让艾斯无法忍受。看到他这副不甘模样，我来到对方面前，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真是可惜，你所谓的正义力量也不过如此。我忽然缓缓蹲下，凑到艾斯耳边，语气充满戏谑的道，如果你能和我一样看透人类虚伪的贪婪本质，我倒是愿意放你一马，并且赐予你黑暗力量，和我一起来看人类在面临绝望时到底有多大能耐。虽然我一向不看好光之国那些人，但并不代表我就一定要将那些奥特战士置于死地。如果能让保护人类的对方来与我一起来见证人类面对绝望时的贪婪与恐惧，绝对是件十分有趣的事。现在就从面前的艾斯开始吧。只是艾斯是光之国的老战士，自身性格异常倔强顽固，想让他答应这种要求显然不可能。听到这话后，艾斯就立刻不屑地唾弃一口，他使劲扬起自己的头颅，就是不肯向对方低下，想把我也拉下水，简直痴心妄想。保护人类，保护弱小，维护正义，一直都是我们奥特战士们的使命和精神。迪迦，你难道真的已经忘记作为一名奥特战士的精神了吗？艾斯这话不禁让得我放声嗤笑，将周围黑暗世界渲染得更加深沉几分。我与倔强的老艾斯对视在一起，无奈地挥挥手，什么狗屁奥特战士精神，3000万年前就已经忘记了。艾斯，看来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既如此，你就安心与那群死去的人类陪葬吧。话落，我伸出手掌，凝聚出一团浓郁的黑暗能量。感受到死亡来临的艾斯无奈叹息一声，只能就这样缓缓闭上双眼。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个曾经守护光明的家伙身上，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能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可就在我手中的黑暗能量即将落在艾斯头顶上时，附近忽然传出几道响亮的巴掌声，随即一道得意的怪笑声有些突兀的在后方黑雾中响起。黑暗迪迦果然厉害，不愧是3000万年前的黑暗之王啊！随着怪笑声传出，一个脑袋在黑雾中闪现而出，赫然是一直待在后方观察的巴巴尔星人。这家伙看艾斯完全战败，就立即出来讨好我，还能外加羞辱一番艾斯，简直不要太爽。对方的出现让我暂时停下手中攻击，我其实老早就发现了巴巴尔星人，只是看对方没动静，就一直懒得管。谁知道这家伙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而他的出现也让艾斯脸上满是震惊之色。他没有想到这个奥特战士的老牌对手竟会一直隐藏在这里。巴巴尔，你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即便濒临死亡，但艾斯还是忍不住对着巴巴尔星人怒骂。毕竟在与雷欧几个一起对战之后，他们每次见到巴巴尔星人几乎都会这样。艾斯你个衰仔，死到临头还不忘记骂我一句。不过我这次来蓝星可不是要和你对骂的。巴巴尔星人绕过艾斯，来到我面前，一脸笑嘻嘻的道：尊敬的黑暗之王竟然能记得我巴巴尔星人的名字，实乃我的荣幸啊！你到底要干嘛？面对巴巴尔星人的溜须拍马，我面无表情，有些不耐烦的直指主题。像大人实力这么强大的黑暗强者，
者，想必也非常痛恨光之国那些家伙吧。我主安培拉星人大人正在极力召集宇宙中的黑暗强者，黑暗迪迦大人，你实力强劲，当然是我主想要召集的对象。所以我此次前来就是想……他的话还没说完，那双猩红的眼瞳便陡然一缩，只见我手中原本想了结艾斯的黑暗能量，竟然指向了他。这点巴巴尔星人怎么也没想到，他就在我面前，黑暗能量发射的速度又极其快速，一眨眼就打在他身上，只是一下就将巴巴尔星人轰成虚无。突然发生的这一刻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就连倒在地上的艾斯都是瞪大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单纯的想见识一下没有奥特战士的帮助后，人类会如何对付怪兽。对于统治全宇宙攻打光之国的事，我没有半点兴趣。而我将巴巴尔星人一招干掉的场景，也让远处待在直升机上的人类司令官很是震动。我表现出的实力越强，他就越是激动和兴奋。忽然他怀中的对讲机再次响起来，我是飞行总部司令官，总指挥，你有什么事？我临时想出来个新计划，需要你极力配合。现在你悄悄去前面，利用我们的新发明将巴巴尔星人死后剩余的力量吸收，然后带回来。与此同时，在安培拉星人的大本营内，一道愤怒的怒火声传出：狂妄的黑暗迪迦，打狗也得看主人。说出这话的自然是光之国的守卫敌人安培拉星人。我一招将巴巴尔星人干掉的事情，他第一时间便已知晓，而贝利亚等人则都是一句话没说，就这样待在原座位上，静静看着对方接下来会怎么做。终于，安培拉星人大步走下座位，我不会容忍这样一个挑衅我的家伙活在世上。最近监视光之国的任务就先麻烦各位了，我先亲自去一趟蓝星。安培拉星人扔下几句话，气势汹汹地向大门之外走去。这时贝利亚也站起身，满眼都是亢奋之色。我和你一起去，正好我也正想见识一下这黑暗迪迦的实力。两人快步向前走去，但最终还是被黑暗路基埃尔拦下。你们两个都先听我一言，现在蓝星上的情况，光之国那边肯定早就已经知晓，黑暗迪迦即将要杀死艾斯，而艾斯则是光之国的中坚力量之一。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与光之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而你和贝利亚一旦前往蓝星，光之国的人就有可能发现你们的踪迹，乃至于顺藤摸瓜，继而找到我们的大本营。那种场景是你希望看到的吗？听到他的分析，安培拉星人感到有道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暴露大本营的位置。可是黑暗迪迦如此不将我放在眼里，这事难道就这么算了？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黑暗扎基忽然发话：要不这样，我看那黑暗迪迦是单纯的想看到人类灭亡，但又不想亲自出手。这样的话，那我们何不顺水推舟？他的话让安培拉星人眼前一亮。你的意思是，再在蓝星上召唤个厉害一点的怪兽，让他们尽快消灭人类？另一边，在光之国内，泰罗着急忙慌道：父亲，大事不好了！艾斯哥哥他竟然战败了！泰罗的话让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艾斯的实力如何？在场的他们再清楚不过了。看来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奥特之父眉头紧皱。这时梦比优斯面向奥特之父沉声道：迪迦的做法太过分了，实乃对光之国的极大不尊重，所以请让我前去蓝星，为艾斯前辈报仇。奥特之父与泰罗对视一眼，随后缓缓点头。好吧，不过现在黑暗迪迦实力异常强劲，你务必小心。得到准许，梦比优斯自然异常兴奋，但他刚走出一步，就被希卡利拦住。只见对方手掌出现一丝亮光，照射到自己右手上。黑暗迪迦不管怎么说都是3000万年前的黑暗之王，万不可大意轻敌，也将我的力量带去吧。结束对话，梦比优斯便一举飞向天空。与此同时，在蓝星上，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黑暗。戈尔赞与梅尔巴依旧在有条不紊地破坏城市，而在军事基地的地下室中，收集完巴巴尔星人能量的总指挥和司令官一同来到了一处巨大的黑色铁块面前。这东西十分庞大，怕是有50米高，和外面2头超古代怪兽差不多大小。总指挥两人看着面前这个大家伙，眼中却都是激动之色。司令官忽然从怀中拿出2个白色小瓶子，这就是巴巴尔星人的残余能量，虽然量不是很多，但至少驱动那家伙没问题。总指挥不再多说，将巴巴尔星人的残余力量放入一个特殊机器中，随即启动开关，大片能量不断传入机械体中。没一会，巴巴尔星人的残余能量就被传输完毕，而那巨大的机械身体就仿佛充满生机一般，开始慢慢蠕动起来。另一边，在山区上，被击败的法王艾斯到现在也没有站起来，只是依然倔强地抬起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笑了起来。看来你并不是和安培拉星人那群家伙一伙。就在我正想着怎么处置对方时，天空上的乌云忽然一阵滚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抬头看了一瞬，却又感到地底下似乎有什么异动，瞬间露出一丝冷笑，看着艾斯。艾斯，接下来我倒是并不打算杀你，因为有一场好戏，我要邀请你一起观看。话音刚落，只感觉远处城市大地裂出一道道巨大裂缝，这股异动让的戈尔赞与梅尔巴暂时停下肆虐。片刻后，一道巨大的黑色身影陡然破土而出，那赫然是机械哥莫拉。机械哥莫拉的突然出现，让的全世界都为之一振，就连我都有些惊讶，真是看不出这群人类原来还真留了那么一手底牌，怪不得之前敢污蔑自己。但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全部底牌，那还远远不够看。而还趴在地上的艾斯则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不会想到，现在蓝星上的人类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只是光靠这么一只机械怪兽能够拯救人类现在的困境吗？只见那机械哥莫拉出现后，用那双数据化的眼睛看着不远处的戈尔赞与梅尔巴，他乃是人为控制的，一切行动都跟随着地下室那群人的指挥而行动。地下室中，总指挥眼睛警惕地盯着那2头超古代怪兽，声音低沉地下达命令，开始攻击戈尔赞与梅尔巴。一声令下，机械哥莫拉肩膀的机甲忽然一阵机械挪动，2头大型火炮从他肩头上露出来，对着不远处的2头怪兽猛然发射2发强力炮弹。戈尔赞与梅尔巴没有防备，被2发导弹从正面打了个正着，发出2道凄厉惨叫声。机械哥莫拉可以说是人类的最终武器之一，上面凝聚了所有人类目前为止最强的武器，再加上有巴巴尔星人的能量作为动物，发出的导弹威力自然大大增加。而戈尔赞与梅尔巴何时受到过这种屈辱？愤怒的戈尔赞与梅尔巴各自仰天大吼一声，猛然朝机械哥莫拉冲去，而机械哥莫拉这边也丝毫不畏惧，直接大踏步伐冲向2头超
超古代怪兽。戈尔赞扬起巨大的头颅，用自己那坚硬的外壳防御朝机械哥莫拉撞去。身为力量型怪兽，他最擅长的就是近身肉搏战，这招也算是他的常用攻击手段。而机械哥莫拉也丝毫不怂，张开巨大的手臂，一把抱住戈尔赞的身躯，用自己那巨大的身体让这家伙强行停下。哥莫拉同样也是典型的力量型怪兽，肉搏能力不比戈尔赞要弱，而且总指挥的目的是想让这家伙尽快远离城市，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机械哥莫拉怒吼着，背后竟是打开了无数小型助力器以及好几个大型推力器，这些装备在这一瞬间全部开启，给机械哥莫拉带来巨大动力，在力量拼搏上一下子就超过了戈尔赞，排山倒海般的将他推出。随后机械哥莫拉牢牢推着戈尔赞，猛然将他抓起来，一爪子将其拍飞。戈尔赞惨叫一声，一头撞进一大片废墟里。天空上的梅尔巴笑叫一声，张嘴对机械哥莫拉发出一道黄色闪电，但这大铁块的感应能力也很强，直接原地不动发射一枚强力导弹，将黄色闪电抵挡而住。随后他抬头看向梅尔巴，忽然伸出双手，只见那一对造型奇特的爪子发出一阵变动，竟是从手腕中脱离出来，连接着一道结实的铁链。那两只爪子就像是钩子一样牢牢抓住他的身体，猛然间将他从天空中拽下来，重重的摔在地上，一打二竟然稳占上风。机械哥莫拉的出色表现让得全世界所有人都为之震撼，与此同时充满希望和鼓励的欢呼声也瞬间充斥整个城市。这机械哥莫拉竟然是来帮我们对付怪兽的，真是太好了！一直观战的我脸颊上也不禁露出一丝奇异神色，看来人类的力量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弱小，不过也仅此而已。黑暗迪迦，你看到了吧？人类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艾斯忽然抬头看向我，语气坚定道，而我对此却是冷笑一声，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双眼闪烁地看向上方昏暗的天空，意味深长地说着。艾斯顿时眉头一皱，也跟着朝那个方向看去，但并未发现什么不对劲。可很快他那眼瞳便陡然一锁，这股气息是他吗？他话音刚落，只见上方天空上忽然闪现出一个小金点，紧接着金点越来越大，最终变化为一道金色身影，竟然是宇宙恐龙杰顿。他俯身向下飞行，眨眼间就来到机械哥莫拉面前。按理来说这个速度和攻击角度已经避无可避，但机械哥莫拉是人类控制，有着无数双眼睛及众多科技装备在身，自然能提前发现攻击。哥莫拉瞬间开启防御模式，虽然巨大身形被击退了几千米，不过他并未受到多少伤害。杰顿巨大的身影陡然降落，自身散发出的强大气息让周围的两只超古代怪兽都为之色。见此，总指挥等人也都满脸凝重，他命令机械哥莫拉后撤一步，沉声道：宇宙恐龙杰顿，这下我们算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但不论是谁都无法阻挡我们人类进步的脚。就算是最强的怪兽兵器也不行。机械哥莫拉先发制人，背后的板块急速开启，无数道重型武器露出头面，全部瞄准面前站着不动的杰顿。下一秒，无数发炮弹猛然发射，但是杰顿身形却诡异闪动，乍然消失在原地。机械哥莫拉的攻击也全部打空。随即，杰顿身影出现在其身后，发射一团金黄色能量光波，一举打在机械哥莫拉的后背上，将他活生生打进一堆废墟内。杰顿拥有瞬间移动和吸收光线攻击的能力，同时在肉体对战上也同样十分强大。人类控制的机械哥莫拉想要对付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自然很是棘手。可恶，这家伙还真不愧是第一个杀死过奥特曼的怪兽，浑身上下真是找不到一点弱点。见识到杰顿的威力后，地下室基地的总指挥不由得怒骂一句。他原本以为自己费尽心力制造的机械哥莫拉已经很是变态，但现在和面前的杰顿比起来，明显还是太逊了。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不会后退，毅然命令哥莫拉前进。就算是最强的怪兽兵器，也休想让我们人类在蓝星上灭绝。给我顶上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接受到命令，机械哥莫拉直接开启最强模式，身上隐藏的所有武器全都开启，攻击、防御和速度都大幅度提升。这是摆明了要和杰顿在这里决一死战。只可惜杰顿又岂是那么容易对付？面对机械哥莫拉的横冲直撞，杰顿只需要身形闪动，很轻松便可以阻挡对方的攻击，然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后方，给前者来上一记攻击。机械哥莫拉自身防御力不低，刚开始挨几下没什么，但时间一长总归承受不住，更何况这其中杰顿的力量一直都在不断增强。还没过多久，机械哥莫拉的全身上下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痕，而之前被打下阵来的戈尔赞与梅尔巴则是在旁边傻愣愣的看着这一幕，这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呀！直到杰顿对他们发出一道命令般的吼叫，这两头超古代怪兽才去远处继续破坏城市。现在的杰顿完全由安培拉星人的潜意识操控，自然知道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对此我也没在意，忽然将目光收回，转向还趴在地上的艾斯。现在安培拉星人将实力强大的杰顿召唤过来，这次斗争已经没悬念了，人类终归要死在他们的贪婪和狂妄之下。现如今还去尝试自己掌握不了的力量，结果只会让他们灭亡的更加快速。现在该我送你上路了。说着，我伸出手掌，释放出一团强劲的黑暗能量。此时的艾斯已然到达极限，这一击要是打了个正着，绝对可以将其干掉。但艾斯那张老脸上也没有一丝恐惧，他缓缓闭上眼睛，选择安静接受接下来命运的安排。然而就在我手中黑暗能量即将落下时，远处天边忽然惊现一道红色亮光，宛如一团燃烧的陨星急速坠落，眨眼间就来到杰顿和机械哥莫拉战场不远处。燃烧的身体猛然冲向杰顿，受此冲击，杰顿惨叫一声，瞬间被冲飞出去，摔落在地上狼狈不堪。击倒杰顿后，那团燃烧的烈火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上前，再次冲击的方向俨然是我。对此我轻笑一声，原本准备了结艾斯的黑暗能量又转移方向，在面前形成一道黑暗防御。那道燃烧烈火猛然冲撞在黑暗防御上，溅起大片耀眼的火花。与此同时，他的身影也出现在
众人眼前，那赫然是前来救场的梦比优斯。梦比优斯的突然出现，再次令全世界所有人大惊失色。而梦比优斯一出现，便是以强势之力将杰顿给压制，然后利用剩余的冲击力及自己的战斗技巧，直接给我来了一手雷欧飞踢。身为第一个敢正面应接雷欧飞踢的人，他对于这招的学习还是很不错的，毕竟那可是差点踢出大结局的一脚。他想不印象深都难。正面击中我的防御后，梦比优斯眼神一变，身上的火焰陡然爆发，整个身体也开始急速旋转起来，就像是一个强力钻地机一样，正在冒着火花来攻击我的黑暗防御。这一招也是雷欧那次传授给他的，叫做梦比姆回旋飞踢，是以雷欧飞踢为原型，利用旋转摩擦出火焰，从而增加破坏力的一个强力招式，威力自然十分强大，其中用来破除敌人的防御效果甚佳。只可惜我的黑暗防御没那么容易被打。梦比优斯飞速旋转着，不断利用摩擦而出的火焰增强自己攻击力。只可惜已经进行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我的黑暗防御却还是完好无损。见此，梦比优斯眉头一皱，此招式也算是他常用的招式之一，用来破一些怪兽的防御是手到擒来，但现在竟然失算了。这家伙实力果然强大，怪不得连艾斯前辈都会败在他手中。不过要是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那未免也太小看我了。见一次强攻不成，梦比优斯果断放弃此次攻击，立刻收手向后退。与此同时，双手在胸前展开，猛然爆发全身的火焰能量，变身为燃烧勇者形态。这是梦比优斯的第二形态，由自身溢出来火焰能量包裹全身而成，拥有着超强的抗高温属性，同时全身属性也会增强许多。最重要的是，变身为这个形态便可以使用另一个成名绝技梦比姆爆炸。此招是类似于泰罗的奥特炸弹，燃烧自己的火焰力量，然后拥抱敌人，从而激发自身强大的火焰力量，达到干掉敌人的目的。威力自然要比之前的梦比姆回旋飞踢强大。变身为燃烧勇者形态后，梦比优斯燃烧起全身的火焰力量，让自己完全变成一个大火人，气势汹汹地冲向原地不动的我。梦比优斯，你便是光之国再次派来的救兵吗？既如此，可别让我失望。那还趴在地上的艾斯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面对梦比优斯再次的凶猛攻击，我依然没有躲闪，即便黑暗防御上出现裂痕，我也没有用能量修补，因为我想看看这梦比优斯的实力到底有多强。黑暗迪迦，你少来猖狂，你只是怪兽肆虐，杀死人类，现在又将艾斯前辈打成重伤，此种种行为实乃罪大恶极，我今天便要替天行道。梦比优斯满脸火气地冲向我，无比浓郁的火焰力量燃烧梦比优斯的全身，然后冲向我。梦比姆爆炸，梦比优斯怒吼一声，燃烧的身形猛然扑在我的黑暗防御上，下一秒便发出咔嚓一声，我的防御竟是被他打破了，散发出的剧烈能量波动让两人身形都急速倒退，其中我的倒退速度明显比梦比优斯慢很多。一是我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二就是梦比优斯在打破我防御后，也顺手带艾斯远离这里。他从一开始便感觉到对方现在的情况十分糟糕，生命迹象很是虚弱，如果自己再晚来1秒钟，恐怕艾斯就会死在我手上。梦比优斯稳住自己和艾斯身形，平稳地降落在一处空地上，刚落下地面，他便一脸关切的道：“前辈，你怎么样了？也没什么，就是你要是再晚来一点，可就见不到我了。”艾斯吃力地回了一句，身体却忍不住朝下坠落，他已经气力全无，要不是梦比优斯扶住他，此时的他恐怕连站起来都是费劲。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回光之国疗伤去吧，剩下的交给我。梦比优斯凝聚出一团精纯能量，缓缓照射进艾斯胸口的计时器内，成功让计时器的红灯闪烁频率变慢，这样一来便可以保证艾斯的生命，至少能让他有力气回到光之国当中。有了梦比优斯的能量注入，艾斯的气色顿时好了很多，他勉强站起身，一脸严肃地对前者道：“黑暗迪迦力量十分强大，切记不可硬来，你是光之国未来的希望。”艾斯一拍梦比优斯肩膀，又凝重地看了一眼前方的我后，便后退几步，一举飞向天空。待艾斯离开后，梦比优斯满脸警惕地盯着我，他之前也曾与前者一起战斗，对其也算是有一些了解，即便事实就摆在眼前，但他还是不愿相信曾经那么相信光的一个战士，现在竟会变成这副黑暗模样。记得当初是他自己选择弃暗投明，现在又亲自重新变成了黑暗，说起来真是异常讽刺。梦比优斯紧盯着我，缓缓开口问道：“迪迦，虽然对于现在的我很不想说什么废话，但我还是想问一句，为什么要堕落黑暗？”梦比优斯的声音充满着疑惑与愤怒，对此我一阵无奈冷笑，我原本就是生于黑暗的超古代巨人，现在不过是恢复了原本形态，何来堕入这一说？况且现在那些人类心中已经失去光芒，这样一个自私又贪婪的种族还有什么守护的必要？我脸色冰冷地看着梦比优斯，体内的黑暗能量正在不断从体表溢出，对我来说，凡是阻止人类灭亡的一切事物，无论是谁我都会一一灭杀。梦比优斯微微点头，全身上下的火焰力量也在不断升腾，他没想到对方现在是那样的执迷不悟，连自己作为一名奥特战士的精神和使命都忘记了。既如此，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开战吧！梦比姆爆炸，梦比优斯双手陡然张开，爆发全身的火焰力量，在自己胸前凝聚成一个巨大火球，这是此招式的另一种攻击方式，威力要比直接拥抱时要小一些，但胜在可以远程攻击，安全性更高。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飞速上前，眨眼就来到我面前，巨大火球像是要将我完全吞没一般，但是我依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模样，只是单纯的抬了一下手掌，上面并没有一丝能量波动，这和之前艾斯的垂直断头刀一样，又是单手。巨大火球猛然打在我手掌上，强劲的冲击力和炙热温度让的周围空气都是冒出一阵白烟，但是我还是那副毫无悬念的表情，而那火球也在这一刻停了下来，就仿佛是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一样，就是前进不了。看到这一幕，梦比优斯不由得瞪大眼睛，在之前他知道我变回黑暗形态后实力异常强大，要不然艾斯也不会轻易败在对方手中，所以战斗刚开始他便用上了全力，目的就是想给予对方
方一记重击，但谁知道自己燃烧勇者形态的最强一击竟然被我单手接下，难怪艾斯前辈会败在你手上。不过我还有更强的能力，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呢。梦比优斯大步上前，丝毫不气馁，举起拳头对着我一拳轰出。即便知道对方实力强劲，他也不会退缩，因为这可是奥特战士的使命啊。而我也丝毫不后退，接住梦比优斯拳头，一掌就将他推到一边。我虽然是个法师，但战士属性同样也不低，近身格斗这种事情我是不会怂的。两人身体紧靠在一起，不断对着对方拳脚相向。虽然明显是我占上风，但梦比优斯的格斗能力是泰罗一手教导出来的，其中里面还包含了雷欧的格斗术，自身战斗力自然在光之国名列前茅，还不会那么容易被我打趴下。不过看这架势，他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估计再过一会他就要无奈后撤出去。两名巨人的打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远方那些逃难的人们看到梦比优斯的身影后发出道道尖叫声。作为曾经与人类一起击败过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的奥特战士，梦比优斯在蓝星上很受人类的欢迎和喜爱，这一出现自然会给他们带来无限希望。是梦比优斯奥特曼，我就知道我们人类命不该绝，现在有梦比优斯帮助我们，定然可以渡过难关。梦比优斯加油，一定要打败这个变成黑暗的家伙。人们齐声呐喊着，这次的呐喊声明显比上一次要更热烈，而地下室基地的总指挥等也仿佛受到了梦比优斯的鼓舞。操控机械哥莫拉毅然上前，与实力强大的杰顿打成一片。梦比优斯竟然都出现了，这下我们人类的希望要来了！全力攻击杰顿，我们要与梦比优斯一起守护这个世界。在精英士兵的操控下，机械哥莫拉猛然上前，趁杰顿不注意，一把将其抱住，两者一起撞倒在地面上。随后，机械哥莫拉背后发出无数发强力炮弹，全部打在杰顿身上，一时间竟也暂时压制住了杰顿，堪称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迹。整个蓝星上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山区中我与梦比优斯的战斗影响着一切，他们两个越战越激烈，最终也停下了无聊的肉体攻击，进行了更为惨烈的光线交锋。只是在这其中，梦比优斯明显不如我强大，一次次被打回去，一次次又站起来。于是他最后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牌武器，之前希卡利赐予自己的骑士气息。这骑士气息是希卡利的变身器，也是他的能量储存器。在之前，他用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让骑士气息脱离自己的本体，从而临走前交给梦比优斯使用，让他随时随地就可以变身为凤凰勇者形态，这样才能最大发挥出前者的实力，而不是非要等到两个人在一起时才能相接触法。骑士气息出现在梦比优斯的右手腕上后，陡然散发出奇特的蓝色金芒，这是希卡利的力量与他有了感应，正想与其一起战斗。梦比优斯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骑士气息，郑重点了一下头。希卡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让狂妄的黑暗迪迦见识下我们的力量。他挺直身子，双手摆出奇特造型，与此同时，他双手上的两个变身器都散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一边是红色，另一边则是蓝色。红蓝色光芒很快就融合到了一起，一股无比充裕的精纯能量包裹梦比优斯全身，瞬息间他就变身成凤凰勇者形态。只可惜现在其他奥特兄弟不在这里，要不然他还可以借助各位前辈的力量，变身成最强的无限形态。看着梦比优斯的大幅度变化，我眼瞳中勾起一丝兴趣。说实话，梦比优斯不愧是光之国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时的他实力甚至都超过了之前的艾斯，再加上有希卡利的超强装备加持下，现在梦比优斯的战斗力已经不比任何一位黑暗宇宙人差，同时融合了希卡利的力量有点意思。我低声喃喃一句，伸出手掌准备先发制人，凝聚出一团不大不小的黑暗能量，朝梦比优斯发射而去。这一次梦比优斯却是学起了我，面对敌人的攻击原地不动，就站在那里等着最后时刻才出手。果不其然，等到黑暗能量已经接近梦比优斯时，他单手才抚摸住左手上的梦比优斯气息，在上面凝聚出来大片光芒，随着一只手滑下，梦比优斯左手上面突然出现一道金黄色光剑，上面还徐徐出现些许蓝色金芒，显然是与希卡利力量融合而出的产物。给我破！梦比优斯大喊一声，左手的光剑猛烈挥舞，竟是一剑将迎面而来的黑暗能量斩成两半。展开黑暗能量后，梦比优斯气焰大盛，全身的能量也比之前提高不少。他脚掌猛踏虚空，身形宛如一道华丽流星一般冲向我，左手上光剑更是高高挥舞，借助前冲和自身的力量朝对方力劈而下。当梦比优斯一剑结实砍在我肩膀上，且身上能量不断增强，一股无与伦比的刚猛剑气猛然发出，再次对我造成二次伤害。但是无论他怎么增强这一击的力量，我的身形始终都没有后退半步。只见我略带欣赏的看了一眼梦比优斯，眼中提起一丝兴致，真是不错的一剑，还有更好的吗？突然间我看向对方的眼神变得冷厉，脚掌一踏地面，发出的强大威压瞬间就将梦比优斯的攻击气焰彻底熄灭。好恐怖的气势，简直犹如上天压地一样无法抵抗。梦比优斯眉头紧皱，身形陡然倒退，想要退出这强大的威压之中，但可惜已经晚了。我一把就抓住他的光剑，将其强行拽回来。我手上满都是浓郁的黑暗气息，用力一握便是将对方光剑捏得粉碎。突如其来的能量缺失让梦比优斯心中陡然大惊，这可是他凝聚了自身与希卡利的全部力量才凝结出来的希望光剑，可现在如此轻易就被这浑身漆黑的家伙捏碎，这种强行碾压的力量，恐怕就是宇宙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都做不到吧。真难以想象对方的实力得有多么恐怖。不过震惊归震惊，梦比优斯算是泰罗的亲传弟子，自身战斗力也算是十分丰富，即便
便在紧急情况下也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思考，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他强行稳住心神，放弃撤离这里的想法。既然躲不开，不如索性直接面对。更何况他这次代表的更是整个光之国了。梦比优斯双手的2个绝世神器各自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奇异光芒，牢牢包裹住前者的整个身体。只见他举起左手，上面那根被我捏碎的光剑得到充足的能量修复，又变回了之前的锋利模样，威力程度甚至还比之前更胜一筹。黑暗迪迦，像你这样自甘堕落黑暗的家伙，想要战胜我，还早2万年呢。他高高举起重新凝聚出来的锋利剑矛，再次对我的头顶力劈而下。看来这次他是要下死手了。毕竟对方犯下好几样滔天大罪，已经难逃一死，现在就地处决。奥特之父等人也不会怪罪他，只可惜梦比优斯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我伸手一招，就将他的全力一击彻底防下，随即单手一挥，梦比优斯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攻击已经被尽数瓦解。轻松破解攻击后，我一掌推出，将其推出千里之外，带动的强大推力更是在坚硬的地面上留下一大片裂痕。而梦比优斯则是撞坏无数根石柱之后被埋进废墟内，不省人事。山区中的惨烈状况被远处观战的人群收入眼中。原本梦比优斯的到来无疑是给了即将崩溃的人们大量希望，但刚才我那一掌却是将这些希望彻底粉碎，太可怕了！仅仅一掌便将凤凰勇者形态下的梦比优斯打成这样，此时的黑暗迪迦岂不是已经到了宇宙无敌的层次？而全人类要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获胜的几率可想而知。另一边机械哥莫拉那边的情况也是十分糟糕，毕竟刚才梦比优斯的那一脚只是给杰顿造成轻微伤害，距离打败他还差得很远，丝毫不影响杰顿的作战能力，顶多只是让机械哥莫拉暂时占上风而已。这样一来，即便没有戈尔赞与梅尔巴的牵制，机械哥莫拉仍然不是杰顿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人类这边被打得节节败退，毕竟在短时间之内，人类是不可能研究出来杰顿的攻击规律，从而利用科技找到打败他的办法。因此行动并不算是敏捷的机械哥莫拉只能被杰顿牵制，这样即便他自身防御力再高，也会被打得残破不堪。在杰顿强大的战斗力和人类的绝望之下，慢慢变成一堆废铁。远处已经逃离到安全区的人们看到此场景，原先的希望与兴奋瞬间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深深的绝望与恐惧。连梦比优斯的凤凰勇者形态都无法在黑暗迪迦手中撑下1刻钟时间。面对这样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我们人类还有什么出路？那机械哥莫拉也已经快被杰顿打爆了，接下来轮到的就是我们人类啊！安全区的人们大声绝望的痛哭，地下室基地中的总指挥等人更是愤恨的咬牙切齿。他们已经将机械哥莫拉身上全部的武器和能源都拿出来，可依然不是杰顿的对手，战斗结果没有任何改变，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对此，就连他们甚至都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完蛋了，梦比优斯和机械哥莫拉都不是这群黑暗家伙的对手，这样下去，我们人类绝对会毁灭的。见此，一直皱着眉头保持沉默的总指挥终于怒目一瞪，大声怒斥：都在这里吵吵什么？难道都想打退堂鼓吗？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谁要是再敢多说，我第一个送他去前线喂怪兽！总指挥恐吓一顿，才让这些躁动的士兵安静下来。一旁的司令官忽然道：老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用那一招。你的意思是？总指挥扭头望着前者，眼中有着难以掩饰的踌躇。很显然，他已经知道前者要说什么，但却对此很是犹豫。你刚才也说了，现在是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到这个时候了，难道我们还要藏着掖着吗？司令官语气无奈地说着，看来他对于此事也拿不太定主意。总指挥摸索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但战场上的杰顿可不会给他多少认真思考的时间。这家伙抓住机械哥莫拉的脑袋穷追乱打，将一只机械眼球都生生扯出来。机械哥莫拉的整个身躯都被对方扔在地上不断拍打，完全变成一只狼狈的落水狗。照这个打法，顶多再有2分钟，他就会完全被锤成废铁。而被打倒的梦比优斯到现在还没苏醒，依然躺在一堆废墟内。唯一能辨别他还活着的，就是里面传来的计时器声音。只是刚开始战斗就被打成红灯，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鉴于周围诸多因素，总指挥最终眼神一定，猛地站了起来。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就用那招，全体都有，开始将巴巴尔星人的能量全都爆发出来。是。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那些个精英士兵齐声回应，迅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启用终极武器巴巴尔星人能量，全部启动。坐在控制室的一名士兵按下一枚红色按钮，下一瞬被打倒在地的机械哥莫拉那一只残存的眼睛忽然发出强烈的金黄色光芒，这光芒越来越强烈，瞬息间就充斥了机械哥莫拉整个全身。